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美联社 14.7 万买下一家店， 1.25 亿并购 OK 超商的盘算是什么？便利商店的战局要翻盘了吗？你家巷口的美联社最近干大事了，你知道吗？那个他收购了 OK 超商，那他是想要干嘛？这次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嗨，我是电商 Tony 陈，你觉得商业世界的那些剧本套路太复杂了吗？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热闹，顺便看看门道，让你感觉好像有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酷航会成为下一个联航霸主吗？那这次我们来讲说美联社砸 1.25 亿吃下 OK 超商。你最近有看到这个新闻吗？蛮夸张的我知道你就说 OK 呢，那个全台湾人都知道这 1.25 亿就卖了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好好讲那我先主要描述一下美联社。美联社居然有这种手笔然后 OK 居然只卖这个价钱，这是蛮出乎各方意料的。那我们先念一下新闻标题美联社砸 1.25 亿吃下 OK 超商，一口气吃下逾700据点，为何三商加购不撤 OK 招牌呢？那内容是这样，那个三商加购就是美联社的本体那公司名，他宣布以现金新台币 1.25 亿元购买 OK 超商的100%的股份，100%这不是入股他直接换老板所以是直接买下来了。然后他们宣称未来双方将维持既定的品牌通路定位跟营运模式，各自独立经营。所以那个 OK 还是 OK 美联社还是美联社，那只是它后面的供应链会用同一个而已那我们日后还是 OK 超商可以逛，还是有美联社，它就没有要把 OK 只砍掉重练这样。那我们后面会分析然后我们先岔出来讲一下美联社的实力有多强。你看划线的地方，美联社本体不是都被大家讲成酒联社吗那卖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酒又很便宜。美联社的本体在全台湾大概目前有800家店，然后他说朝向1300家的目标迈进。这1300家的目标是怎么定的？我猜对标全联，因为现在全联在台湾的总店数是1283间所以我就喊个目标到1300间，让股东觉得我很有志气我要干掉全联这样这样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说目前店数有6成在北基宜，2成在新竹，台中跟高雄各占 10%， 东台湾则只有宜兰，其余尚未进驻。所以他现在的布局很不均匀大部分的量能都在双北。那接下来他布局各个县市，然后你知道吗？美联社虽然这几年好像没有像全联搞出一些有的没的，但其实它蛮赚钱的嘞。你看我划线的地方，2024年的税后纯益大幅成长3成，然后2025年的前3季也维持了差不多的成长水准。所以美联社其实这几年收入很不错只是人家没有在对外宣传。那这边补充给你一个小八卦就是美联社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如此迅速，是因为它从2024年9月开始就在实施零加盟金的方案零加盟金，就你有赚到钱都是你的那这个方案仅限于它要推广的地区，像去年8月就是推在高雄，然后去年还有一个乐龄方案，就是如果你是50到60岁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什么事业第2春、事业第3春，就例如你要去加盟美联社，它是不用加盟金那你要的履约保证你要押钱给他嘛，保证金履约保证还可以让你分期，然后再给你补助这样。今年的方案是怎样我就不知道，因为那个今年才刚开始而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问问看。然后再来你要知道美联社为什么他要买 OK 有人一定会想说OK 不是快不行了吗？我们以前在讲4大超商，现在对不对？大概只剩 7 跟全家连莱尔富战斗力都偏弱了，那更不要讲 OK 然后 OK 都被人家调侃说OK 是因为它可以做虾皮的取货点才会有客人，平常都没客人之类有没的就是因为它不强所以 1.25 亿可以买全台对不对？真的是没想到这个价钱但是不强不代表没用，对美联社来说OK 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看完这支影片你就知道。那一样我先讲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版本，就是你去看坊间的报章杂志，大概都是这样子说，然后再补充一个我自己乱想的版本，你就当茶余饭后的闲聊这样。我先讲安全的版本就第一个，它非常便宜没想到那么便宜OK Mart 在全台还有850个据点呢，离岛都有。这个据点指的是实体店跟 OK Mini， OK Mini 就他们的贩卖机，你有看过吗？我是没看过了。
它不只可以卖饮料，它也可以卖生鲜哦。生鲜是指说什么什么鸡胸肉，然后给它摆在运动中心或者健身房外面。好，那3C 这些也有在卖充电线什么的。然后我们刚才有讲说，它的收购金额是多少？1.25亿，还台币嘞，还不是什么美金嘞哦。那我们来除一下，1.25亿除850间店，平均一间店价格只要14.7万。哇嘞，你不觉得这很划算吗？你这样子去装潢一间店的费用，你都不止14.7了。然后不要忘了，你是买下整个 OK， 你还有买到的是它背后的物流仓储系统跟供应链哦，跟供应链的合约，人家多少钱要出给 OK 这样。我们刚才不是说它现在全国扩点吗？这样它就不用从头发展了。来，第二个理由，压低采购成本。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美联社现在要全台布局哦，它吃掉 OK 以后，就可以直接拿 OK 的全台物流系统，那个都好几十年了哦，20-30年了，很成熟了。而且它的合约说不定还很漂亮，很漂亮的意思是指说，你现在去跟物流厂商签约哦，冷链车队签约，你拿到价钱一定没有他早年签下来的合约还要好，他就不用重新开发。还有一个优势是美联社可以跟 OK 怎样共同采购，就可以跟盘商拿到更便宜的价格，让自己更有竞争优势。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讲，美联社现在自己就有800家店，然后 OK 现在是850家，两个相加1650了呢。我打个8折好了哦，还有1320家，超过全联。所以不要说什么有的没的，我们就讲茶叶蛋就好哦。OK 有卖茶叶蛋的，美联社也有，对不对？美联社对茶叶蛋的采购量可以怎样直接翻倍呢？那他就可以把各大蛋商都叫来说，我现在 double 了哦，1300门市要买鸡蛋，那你可以给我怎样的价钱哦？来，你先讲，你再讲哦，就可以做大量采购去降低成本。理由3覆盖新的消费场景。美联社你也知道，就社区超市嘛。所以有些场域它是进不去的，例如说什么军警、学校跟一般的办公大楼或机场哦。请问那个机场哦，你要找 7 全家还不好找嘞，往往都是莱尔富 OK 这样。像军营啊、学校啊，你应该没听过里面可以开美联社的吧？哦，但他买了 OK 以后，这些场景都可以布局，也代表说他可以找到那些本来就不会去美联社的人，因为大家对美联社的印象就是什么黑黑暗暗、脏脏臭臭哦，然后买鸡蛋啊，买面粉啊，散装啊，婆婆妈妈会去，或买酒的时候才会去。但他现在多了 OK 超商以后，他就能跨足便利商店的领域，能够找到一堆会去便利商店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极快的增加自己的会员数量。好，讲差不多我们再复习一下3个理由。第一，非常便宜，一间店的价格盘下来等于14.7而已。全省要把 OK 招牌换成美联社招牌，也不止14.7万一间。所以他不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省这个，比自己去装潢都要便宜很多。第二，压低采购成本，对产品的需求量直接翻倍，他叫的数量直接翻倍，所以可以叫供应商来重新议价。第三，覆盖新的消费场景，他就找到一堆本来就不会去美联社的消费者，所以看起来那个不是他不去是他那个通路本来就不能开美联社，只能开 OK 所以现在美联社看起来没有不买 OK 的理由。买了以后就跟吃大补丸一样，会让他的未来变得更加威猛。最后你要知道，美联社私底下可能打的主意。最后我们就来讲说，美联社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打算以外，它如意算盘长怎样一样以下都是我自己的思考，你就当闲聊就好了。首先第一个算盘让自己可以上大咖的牌桌打牌美联社买了 OK 以后，其实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局面。就是它看起来在量贩领域有机会对全联造成一点点压力。我们刚才讲全联的总店数是1283，然后美联社如果算上 OK 的话，它总店数就算打8折还有1320，所以单看数量它是赢全联的。我知道你要讲说全联有大润发，大润发被全联买下来的时候只剩21间，所以它加上去它总店数还是输给美联社，所以全联会开始感到压力。但你说对全联来说，它会紧张到睡不着吗？应该也不至于。因为全联现在也不是只有做量贩这个赛道，我们之前说做全支付它已经干到市场的 top 等级了，它会威胁到谁？莱尔富，对不对？台湾零售排名中 OK 超商是排第4名，莱尔富是第3，这两个品牌状况其实很像就是本身实力有限，又缺乏母集团的资源加持。莱尔富这个也要讲下，你会发现莱尔富最近招牌有换一个那个青色绿色，就联邦银行啊，就这样。所以你看便利商店界也是风起云涌啊。现在美联社并购了 OK 以后，等于 OK 瞬间多一个强力的靠山，所以 OK 就跟莱尔富说，我老大说你坐第3名位置坐很久了不然换人做做看
然后莱尔富就会受到威胁就对了。你说他直接干掉，我看也是难啊，就比较有机会啊，竞争力上。再来第二个算盘就是获得大量即战力。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有在美联社的盘算里面。我们前面不是说美联社正在积极扩店吗？那你也知道扩店容易，但人手不好找啊。现在连 Seven 还有那晚上会关的嘞，它营业到凌晨1点，然后到早上6点它是不营业的嘞。我还曝光好几次啊 ，Seven 会关会，我都找不到大业，就这样。美联社就可以怎样？就可以直接从 OK 内部挖角店员，叫他来做储备干部，然后快快训练成店长这样。反正都在便利商店干那么久了，流程也都知道，绝对比你重新找一个人重新训练还要快。那也不用多，一间 OK 出一个人就好。他不是直接就多出了800多个储备店长这样至少未来的2到3年扩店都不会有问题。第三个算盘直接吃掉 OK 的门市据点。虽然现在官方给的说法是 OK 跟美联社未来会各自为政，但我未看先猜，就是这2年的缓兵之计而已。因为那些店租的合约还在跑，我要全省 OK 都重新签约很麻烦啊。然后内部还有很多什么系统串接啊，跟沟通的流程要做，所以我先不去搞，我先把系统消费者看不到的系统都接起来再说。接起来以后要换招牌再说至少这2到3年等 OK 超商的合约跟房东的店主都走到差不多要重新谈合约的时候，美联社再出面就好了，安定人心。你不要说别的光是你要把会员系统打通你超商的 POS 要重新训练，你这个可能就半年1年了。所以现阶段的美联社不要去做什么其他会伤筋动骨的事情比较好但如果我是美联社的话，我应该会这样子做，就是趁这个磨合期来做一下盘点，看 OK 手上的店面有哪一些是营收还可以的有机会变成那个美联社的，然后最后怎么样，直接狸猫换太子就把招牌改成美联社，美联社进去了，就这样。反正你 OK 经营那么久，也就只能这样了，不如就我来吧就这样。好，我今天讲了蛮多东西了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哇，干大事这个直接买了全台 OK 100%并购。那也欢迎你底下留言你认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剧本哪一个最有机会成真，或是你就知道内情你知道美联社还有一些更神奇的盘算，那你跟我分享你的留言我是都会看。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我分享更多商业世界背后的逻辑，我也开通了 YouTube 频道会员，欢迎你的加入，直接用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跟资源，帮你把那些复杂的商业套路拆解清楚，拍给你看。讲八卦讲八卦，讲几个八卦来。第一个，全台 OK 卖 1.25 亿，这你信？不知道他可以卖这个价钱这个价钱叫太便宜了。我告诉你根据我们在业界的那个商业敏感度1.25 亿是台面上让你看到的东西，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公开拍天个塞塞流流的成本然后才会让这个价格变成这个样子。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事过境迁那么多年，应该是可以讲就是我以前还在跑客户的时候，然后有一天那个客户还会计师他就突然密我，这个要卖你知道吗？你要不要跟你们老板讲一下，看把它买下来就是叉叉冰淇淋我这样子讲，不要把人家牌子直接讲出来，叉叉冰淇淋台湾人从小到大共同的回忆，叉叉冰淇淋整个要卖，包含工厂包含所有通路的合约，整个要卖。通路合约指的是他布到很多火锅店或者什么那全部都让你继承就对了。叉叉冰淇淋他卖多少？3000万，哇靠，这太便宜了吧？我想说这么大的牌子，这个陪伴台湾走过50-60年怎么只卖3000万？那也太便宜了吧？然后那个会计师说，对对对，我们有做到他的案子，赶快找人买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然后我就说不行，这一定有坑，你跟我讲清楚不然我怎么跟我老板报告？然后他就说是这样啦就是他的员工是不是很多冰淇淋工厂很多都很老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大概说有200多人临近退休，你现在新老板你要负担他的退休金，那难怪卖3000。所以你看这个美联社什么 1.25 亿没有那么简单啦。根据我们在业界招总的商业敏感度，它背后一定有很多很重的成本，很重的条件，不然 1.25 亿谁最应该出手？全家或 7 看谁要就拿走了，对不对？ 1.25 亿就要出一次加800门店然后这个钱他都花得起，全台改招牌
然后就会正式变成超商之王。它一定是有一些成本去卡住的，1.25亿然后新闻稿不会讲的，这我就不晓得但是我一看我就想起以前那个叉叉冰淇淋的事情，这么知名的牌子卖3000，小米这样。然后我再讲另一个故事，也差不多台湾有一个洗衣液其实早期都是洗衣粉，但是后来变成洗衣液就是液体。那我跟你讲其实做粉的成本比较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民间就变成说用那个洗衣液才洗得比较干净。我洗衣液谁不会做随便一个家庭化工厂它都能做，就这样。然后台湾有个很老的牌子结果做着做着也说要卖，还是那个熟悉的会计师这个要卖，跟你们老板讲靠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有那么多有的没的情况，很多瓜啦商业的瓜当然一大堆。然后那个洗衣液要卖多少卖得很便宜一样全省广告都有详细金额忘记了，但是没有意我说这么大的牌子，我靠，这个全省通路你到现在都还看得到？他说对啊，就是这样啊。那个老板有说他希望是台湾人、台湾的通路、台湾的品牌来把它买下来，因为现在找他接洽的都是中资，这么好的台湾牌子在台湾30-40年了，他们讲说他卖都是中国的来找他谈，为什么？他们这就可以直接反过去卖给中国啊！中国幅员辽阔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叫无限的市场。说这个就是台湾来的，台湾卖30-40年了，多好啊，对不对？反正就是老板爱台啦，然后就说他不想要，他先问一下国内有没有人要收，如果国内有人要收，比较便宜都没关系，他要退休了，然后怎样的，他就是不想要给那个中国买走然后以后又怎样，很多这种故事啦，非常多这种故事啊。如果你在业界的话，你多多少少你都会听到。好，那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 1.25 亿并购 OK， 不会你干单它一定是有一些条件大到什么，大到全家看看他不要，大到 Seven 看看，妈的全家不要我也不要然后大到莱尔富说我还是算了一定是有这个情况。好，跟你分享，不会你干单1.25亿这比一间台北市的坪数稍微大的房子还要便宜，你可以买下全台通路就有代机，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东西我们不知道。那第一个八卦，那第二个八卦的话，就是说美联社我们大家都算逛过嘛，那有没有发现很奇怪？说它的货架也不是后面的仓库，它货架直接是货架的最上面，然后要补货就把它上面拿下来，然后整间店就是那个味道黑黑脏脏臭臭的这样东西卖得很便宜，散装你现在去脆上打美联社，你都可以看得到很多，主要在反映什么？大概就反映2题。第一个是买酒很快乐，因为它会进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酒，其他通路不好买的酒，什么比利时啊、立陶宛的酒啊，进来。然后好像买酒就被人家讲说酒联社嘛，又很便宜，超级便宜这样，尤其是它在特价的时候会超级。我那个谁啊，观众朋友才传一个给我，我再来给他找一下，就一瓶日本的 Kirin不知道为什么身上贴个标签写20块，你看人家喜欢喝酒小酌的看到就是全扫了这是美联社买酒的快乐俗称酒联社。那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最多在脆上被反映的就是卫生问题，比方说茶叶蛋附近就不干净然后那个陈年污垢堆起来然后什么的反正大概都在反映这个这个就是说美联社它对底下他加盟店的管理的力道不强，像我前面讲不是什么零加盟金什么，那是一回事但是变相的什么？变相的是他没有办法很大力道的去约束他的那个，比方说派几个督察，然后去逛你的美联社，然后说这边脏了，这边怎么不处理是吗？然后那个皮皮的加盟主就说你给他管，反正你们我现在是老板就会变成这样，没办法强力的要求。我不晓得这个情况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推测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全省的美联社都被人家这样子讲？真的呢，你去脆上面打美联社一大堆都在讲他什么什么脏什么有没的这些问题。总之就是你要迅速展店背后的代价还是有差，它就是加盟嘛，它就不是直营嘛，直营的话总部就可以怎样，就可以让他丢了工作他就会怕现在是加盟人家自己做的袅袅的，立马是平啊蒙蒙你去跟他讲他还凶你所以就看看总之就是这样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OK 超商变成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中，它还会在啦，它没有要重新拆招牌啦，还会在啦。
但是就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长大的 OK 超商就正式被美联社这个后起之秀给它买掉了，就这样吧。